大家好，我是 Tony，我现在在我家公寓顶楼的遮雨棚下，今天要在这边继续 Tony 开讲。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中华民国在台湾1954民国43年的历史。这一年最重要的大事是12月3日，中华民国与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双方建立军事同盟的关系。根据这个条约，台湾有事就是美国有事，谁攻打台湾就等于攻打美国。而回顾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在短短5年之间，美国从置中华民国于不顾，到双方建立军事同盟，这个过程对台湾来说可以说是从地狱到天堂。而在这5年之间，台湾也有一位名将孙立人将军，他的命运则是从天堂坠落到地狱。1954年的台湾当然有很多事情可以谈，我今天就聚焦于孙立人将军的悲剧及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这2个看似独立却又相关的历史。我就从孙立人将军谈起。孙立人将军是当时国军少数留美出身的将领，他毕业于美国维吉尼亚军校，而这所军校与西点军校齐名。在2次大战期间，1942年，孙立人出任国军第38师师长，被派往缅甸协助英军对抗日军，而在仁安羌之役击败日军，救出被围困的7000名英军，因而声名大噪，被当时英军称赞为东方隆美尔。而此后3年间，孙立人率军在中缅印边界与日军作战，直到1945年才率领部队返国。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应该都不会听过孙立人将军的名字，但是我们都曾经在动物园见过一只叫做林冠的大象。这只大象就是孙立人将军当年从缅甸战场带回来的，后来也随着部队来到台湾。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内战接着开打。1947年7月，蒋介石将孙立人调离东北战场，在南京成立陆军训练司令部，赋予孙立人全国新军训练的重任。而11月时，孙立人将陆军训练司令部迁移到台湾高雄凤山，并从他的旧部调来几百名干部，一同前往台湾训练新兵。当时孙立人这个决定一定是有经过蒋介石的同意。那为什么会同意呢？大家可以去思考看看，是不是孙立人、蒋介石在1947年11月的时候，已经预见到国共内战，国民党可能会失败。1947年11月，孙立人带着旧部来到台湾训练新军，也奠定了他在台湾的军事实力及地位。然而，这也是他人生命运转变的开始。没想到，在短短2年之内，国民党就失去在大陆的江山，而整个中央政府撤退到了台湾来。当时蒋介石任命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兼任台湾防卫总司令，孙立人将军手握兵权。然而，由于国民党在大陆迅速失败，使得美国政府认为蒋介石领导失败，如何稳住台湾的局势呢？所以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就有人主张，应当扶持亲美开明的将领来领导台湾，而孙立人将军即是被考虑的人选。而战后倡导台湾独立的廖文毅，则在海外提议，由当时占领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及其军政顾问团占领台湾，由他组织临时政府，并与孙立人共治台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即使孙立人将军并无恶心，但是也埋下了蒋介石对他的猜忌与提防的心理了。1950年6月25日，韩战爆发后，美国改变立场，决定继续支持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1950年7月31日，韩战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访问台湾，与蒋介石总统举行军事会谈。当时有一张麦克阿瑟将军与孙立人将军会面的照片，从这张照片就可以反映出当时蒋介石总统与孙立人将军之间微妙的关系。
这张照片是孙立人将军的幕僚拍摄的。照片中，麦克阿瑟与孙立人握手寒暄，亲切交谈，可想而知，两个人应该是用英语轻松交谈。而蒋介石总统虽然是站在 C 位，也面露笑容，但在照片中却像是背景的人形立牌。而站在蒋介石旁边的蒋经国，则是一脸严肃的样子，传达了蒋氏父子与孙立人之间的微妙关系。韩战爆发后，台湾的局势转危为安。1951年5月1日，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首任团长蔡斯少将抵达台湾，美国开始提供军事援助及协助台湾军队改革。而这时候，孙立人将军与蒋氏父子之间因为理念不同而开始有一些争执。例如，美军顾问团希望台湾采用美国的军事训练制度，孙立人对此表示十分支持。然而，蒋介石总统是留日的军事背景，他更欣赏日本的军事训练制度，因此对美军顾问团的建议阳奉阴违。他更私下聘雇退役的日本将领来到台湾协助训练国军。这个私下运作的日本军事顾问团被称为白团。对此，孙立人将军也向美军顾问团私下抱怨此事。而当时，孙立人也对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蒋经国在军队中实施政工制度表示不满。政工制度是黄埔军校创建时效法苏联军队以党领军的制度，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或是后来的共产党，都是采取这种以党领军的军事制度。而孙立人反对蒋经国的做法，认为政工制度会破坏现代军事体制。孙立人强调，军队应当国家化，不应该以党领军。他们两个人因为理念不同而有所冲突。1953年7月27日，韩战双方签订停战协议，战争暂时画下了句点。而美国开始积极建构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共同防御同盟，以围堵共产主义的扩张。于是，美国与台湾开始磋商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蒋介石在台湾统治地位已经趋于稳固，于是开始动手要铲除孙立人将军在军中的影响力了。1954年这一年的6月，蒋介石先将孙立人调任为没有兵权的总统府参军长。到了年底，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之后，蒋介石已经没有顾忌，不再需要孙立人将军来维系台美关系，于是就在1955年发动了孙立人事件。政府先指控孙立人部属少校郭廷亮预谋发动兵变，而以此为借口，宣称孙立人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窝藏共匪、密谋犯上，因此将孙立人革职软禁。孙立人事件网络上已经有很多资料了，所以我就不做详细的说明。这件事件之后，孙立人的部属或被判刑，或被调职，或被强迫退伍。而蒋介石则以孙立人抗战有功，特准予自新，毋庸议处。从此，孙立人将军被软禁在台中的寓所，长达33年，直到1988年蒋经国总统逝世之后，孙立人将军才恢复自由之身。而这时候，孙立人将军已经是88岁的老人了。关于孙立人事件，很多人评论会认为蒋介石的手段过于残忍无情，但是我认为这样的看法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政治权力的运作本身就存在这种难以避免的冲突，就像史书所言，功高震主者为。这种例子，史书不胜枚举，都是血迹斑斑。而所以会如此，我认为问题的本质就在于军队没有国家化。我就以麦克阿瑟将军的遭遇为例来说明。孙立人与麦克阿瑟将军都是能力很强的将领，他们有战功，也很自负，敢于直言，都是属于大炮性格。麦克阿瑟将军在韩战期间主张大规模的轰炸中国东北，甚至不惜动用核子武器，不惜与中国直接开战，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韩战问题。
而这样的主张逾越了美国总统所授权的命令范围。杜鲁门总统低声下气，委婉地与麦克阿瑟将军沟通，然而麦克阿瑟坚持己见，最后杜鲁门只好下令解除麦克阿瑟将军联军统帅的身份。麦克阿瑟将军一收到解职令，二话不说，立刻打包走人。那杜鲁门总统在发出这样的一道解职令的时候，会不会担心麦克阿瑟将军拒绝？杜鲁门总统一点也不担心，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军队已经国家化了，麦克阿瑟将军所统帅的部队，并不是他的私人部队，而美军也不隶属于共和党或民主党，他只效忠美国。那现在谁是美国总统，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合法的权威，所以杜鲁门总统一点都不担心会因为这道命令而发生兵变或兵谏的事件呢。麦克阿瑟回到美国之后，受到百姓英雄式的欢迎，而杜鲁门总统则因为此事而民调滑落。后来竞选连任时，因初选不如意，而只好宣布弃选。麦克阿瑟则凭借着高人气而打算竞选美国总统，不过后来也没有在初选中出现，反而是曾经担任麦克阿瑟幕僚的二战名将艾森豪将军，后来当选了美国总统。我们回到孙立人事件，当时的蒋介石总统认为孙立人将军与自己的理念不同，为什么不能像杜鲁门总统一样，一道命令将他解职，或者命令退伍，而必须指控他涉及叛乱，然后将他终身软禁，并且将孙立人将军在军中的潜在势力一并铲除呢？就是因为中华民国从立国以来，军队从来没有国家化，军阀的部队效忠军阀，黄埔军校的军人效忠蒋介石。即使国共内战末期，蒋介石隐退下台，李宗仁代理总统，然而国民党的将领只听令于蒋介石，李宗仁也莫可奈何。而且不止当年，一直到几十年之后，台湾已经民主化，但是仍然存在着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因为国军将领长期效忠国民党，当人民选出不同党派的候选人出任中华民国总统时，当时传出军心不稳的流言蜚语，而有柔性政变发生的可能性。所以在1954年的当时，蒋介石无法安心地像杜鲁门那样发出一道命令，轻松处理此事，而必然采取严厉的手段，并铲除孙立人将军在军中的潜在势力，而且毫不手软。假设1954年的台湾已经实施民主化及军队国家化，那么孙立人将军无论是被解职或者自动辞职，他都可以参与1954年第2届中华民国总统的选举，跟蒋介石在选举一拼输赢，选赢了孙立人就当总统，选输了也没关系，就归隐山林，爬山，过闲云野鹤的日子，这样子的生活也很逍遥。可惜这样的情节在1954年没办法发生，必须再等50年之后才有这样的可能性。1954年12月3日，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之后，蒋介石的心里可说是悲心交集。欣喜的是，在短短5年之间，中华民国从风雨飘摇，被美国放鸽子，必须自生自灭，而到如今成为美国的军事同盟国。中华民国在台湾获得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然而悲的是，根据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双方同意，所谓领土及领域，中华民国是指台湾及澎湖诸岛，并不包括中华民国政府能控制的金门、马祖及大陈岛等中国大陆沿海的岛屿。对美国政府而言，这个条约是属于防御性的，旨在防止共军占领台湾。而且条约规定，中华民国政府若要行使武力时，必须先与美国协议。所以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之后，台湾就丧失了反攻大陆的主动权了。而美国明确表示，不愿协防中华民国能控制的中国大陆沿海岛屿，也因此让这些岛屿立即陷入险境。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之后，还不到1个月，1955年1月18日，共军就进攻国民政府能控制的浙江省一江山岛，史称一江山岛战役。不过这已经是1955年的历史了，我们就下一集再来谈谈这一场战役。那我今天的同理开讲就在这边结束，我们下一集下一年1955年见，拜拜。